日本最新统计的一组数据，最后的2块经济阵地也要守不住了。各位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川 Talk。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的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和汽车一度占据全球市场的半壁江山。然而80年代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遭到美国致命打击之后它就在原地茫然待了38年。最后的2块经济阵地目前也要快失守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日本正在丢失最后的经济阵地。据日本媒体共同社最新的消息显示，日本去年下半年的进出口贸易统计结果终于出来了。这个结果让日本上下十分震惊，民众的不满呢，则是进一步加剧了。数据显示这是日本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后第一次出现了电子设备贸易类的逆差，逆差达到了812亿日元，折合约42亿人民币。当然，单纯看这个数值，可能并没有什么太突出的。虽然我们经常调侃日本从失去的20年、失去的30年，到现在快失去的40年了，但以日本当前的经济体量来看这821日元的逆差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对比日本38年前的状况来说却对比非常明显了。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电子设备和汽车产品每年可以为日本带来8万亿的顺差，如今却成了逆差。目前唯一还在勉力支撑的，也就只剩下了半导体等电子零部件类维持着顺差。日本人有理由为此感到担忧而且日本共同社今年1月份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日本进出口贸易逆差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在进一步持续。坦率地说事实上到如今，日本的最后2块经济阵地半导体和汽车领域也即将失守。半导体产业虽然日本还能够保持着顺差，但已经是属于吃老本。因为企业负债问题、经济状况和文化环境等影响，日本公司无力也无兴趣投入到新技术创新上，这导致日本在 CPU 和 GPU 等新产品研发制造上，日本公司集体缺席，一步差步步差。中国呢，也都在开始奋力直追，日本的未来将更加充满竞争。在汽车领域，现在一提到新能源汽车基本上就是中国和美国。中国在该领域的优势地位和发展前景已经形成了普遍共识，而该领域日本目前还能吃老本，可未来一旦汽车产业彻底过期了，日本的崩溃是能够预期的。按理说日本依托中国广袤的新兴市场助推其产业升级，是日本自救非常不错的选择。不过日本似乎忽视了这个机会。如果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广场协议开始，因为美国的打压让日本失去了30年，那么自美国调整亚太战略以来，日本右翼和军国主义余孽妄图借助美国战略需求为自己军事解绑，那就是日本自己的选择，将再一次失去未来10年。去年日本开始出现电力不足，电价暴增了31%，核心就是日本选择穷兵黩武，工业产能突然在军工领域发力，但电力基础设施老化陈旧。然而日本并没有选择优化其电力基础设施，反而选择将资金进一步投入到扩军备战之中。说难听点这或许就是日本的命运，历史的必然。每次到关键时刻日本在处理重大国际局势的时候，总有一种赌徒心态，想要通过战争来赌国运。他过去的确曾经赢过国运，但未来他还能赢得希望吗？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